这里面全是越战的时候缴获美国的战斗机啊，很多美国人来这边打卡留念啊。Hello， 大家好，我是范，我现在在越南的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我手里拿的是35万越南盾，就相当于咱们100块钱人民币。咱们看一下100块钱人民币在越南的第一大城市购买力如何。Let's go！ 现在是上午的8点钟，你看有很多小摩托，他们都已经开始上班了。这个阿姨是卖豆花的，我们买一下看一杯多少钱。大的要大杯啊。这是越南的豆花啊，大家可以仔细的留意一下，这是越南豆花的配方啊。我给了阿姨2万块钱，她找了我5000啊，把这杯豆花先挂在我的车把前头。下面咱们去找早餐吃去啊。前面这家餐厅有这个龙的标志，不知道这家是不是中餐厅啊？上面挂的还有福字啊，进去问一下。这是他们的菜单，我要个这个吧。点了一份越南特色的早餐，等一会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What's the name？ 冰棒。尝尝这个冰棒早餐怎么样啊？这个类似于咱们国内的狮子头一样，味道也很像狮子头啊。配菜有黄瓜、白萝卜、红萝卜啊，3个配菜。你看这个蛋黄可以咬起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吃的啊。非常甜，这是甜的，放了不少白糖啊。里面有豆花。有类似于那个珍珠奶茶里面那个珍珠块一样，还有这个青菜，这三种的混合物。这个豆花是目前我喝过最好喝的，非常好吃的一顿早餐，已经实现了光盘了啊！大家看我的头发是不是非常长了？也该剪了，正好后面有一个理发店，去剪一下头发。全世界理发店的标志都差不多，都一个圆筒转呀转，这个价格应该是8万啊。我直接往这一坐，理发师也不问，就直接往我头上先喷水了。我给他看一下，我想剪什么发型啊？我想让理发师剪这个发型，两边剪短一点。好，我已经给他比划完了，他应该大概能明白我要剪这个发型了啊。这是要给我剪机关头吗？大家记住我刚才进门时候的发型，看看等一会儿剪好之后是变帅了还是变丑了啊？好，已经剪好了，这个发型还不赖嘞啊！这个理发师是个大神啊，自始至终就结账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价格，从头到尾我们俩全凭意念在交流啊。大家感觉这个发型怎么样？如果感觉还好的话，扣一个666啊！天太热了，口太渴了，去这个超市买瓶可乐喝。可口可乐是2万6，百事可乐2万5，买这一瓶百事可乐吧。Thank you。一口可乐，一天的暑气全消了啊！把可乐先放进我的后备箱里。这个小巷子里有一个户外用品店，看看有没有这种气罐啊。这一瓶18万，54块人民币，这一瓶是36块人民币啊。其实我还想买一个这样的杯子呢，但是这个杯子109万啊，买不起，太贵了啊。这个不粘锅都卖到越南来了。还有这个不锈钢的杯子啊，这个打完折之后是15万啊。这个450克的气罐67块人民币啊，希望能做10顿饭就能赚过来啊。逛着逛着找到了一家卖相机的店铺，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个 GoPro 的电池吧。我现在急缺 GoPro 的电池。本来就2块，然后在马来西亚又弄丢了1块啊。700 225人民币一个电池，太贵了啊，买不起啊。在中国几十块钱一个，到这边卖200多啊。看来我的 GoPro 电池只能找人从国内帮我带了啊。花了4万印尼盾的门票和2000印尼盾的自行车停车费，
来这个战争博物馆看一下啊。这里面全是越战的时候缴获美国的战斗机啊，很多美国人来这边打卡留念啊。上面所有的标志都是 US 啊，就是美国的坦克。这个直升机好大，双螺旋桨的飞机啊。M41主战坦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这边打卡留念。你看越南人其实很少啊。这个是 M132型坦克啊，这是小坦克啊。如果有军迷今天看我的视频，真是大饱眼福了。这个是105的榴弹炮啊，以前大家只在电影上看过105的榴弹炮啊，这是现实中的。这个是155的榴弹炮，比这个105的要大一大号啊。105的是用滑膛发射。这个不是用滑膛的啊，从左到右依次是105榴弹炮、155榴弹炮和这个175榴弹炮啊。这个175榴弹炮这个太长了吧，架在一个坦克履带之上啊，也是美国的 USA 啊。这个175的榴弹炮确实挺大的，满眼望去全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能缴获这些美式装备，咱们也功不可没啊。下雨了，游客都跑室内来了，室内没有展品。主要都是卖一些纪念品的，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战争讲解室，1954年的啊。来这里回味历史的基本上都是美国人啊，或者说是欧洲人，看着他们先辈留下来的足迹和东西啊和遗物啊，是不是有颇多的感慨？这上面讲的是胡志明在指挥战斗的过程啊。这是越南曾经的自行车大队啊，每个排有30至40辆，然后每个排分5个班啊。这个自行车主要是善于伪装。这个是81毫米迫击炮啊，这里面是一些老旧的枪和迫击炮的炮弹，还有手榴弹啊。这个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香瓜手雷啊。参观越南的展览馆，是不是想起来我之前在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拍的那个视频啊？这个纪念馆总共3层，已经参观完了。如果你从1楼参观到3楼，很少能笑着下来的。战争啊，对双方的伤害都挺大的啊。越南这个战争纪念馆做得非常好啊，我发现欧美人啊来这边参观的是最多的，尤其是美国人和法国人，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这也是另一个教育方式吧。总之来说吧，一定尽量避免战争。但是有一点，这个纪念馆做的不是太足啊，资料准备的不是太充分，就是它完全抹去了咱们中国的痕迹啊。其实，在越南抗法抗美的战斗中啊，咱们中国其实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的啊。今天逛了一天啊，也饿了，在这边吃点饭吧。这个餐厅宣传画上面有米粉，咱们去吃一下。它这个菜单上有中文啊，大家看一下，泰式火锅，然后找找有没有我想吃的。我就吃这个5万的最便宜的猪肉裹粉条吧。我的粉条已经上来了，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这个猪肉片挺多的，还挺大的啊，就差不多7、8片这么大的猪肉片。啊，这不是粉条，这类似于这个重庆小面、细面。味道真不错啊，真的。把这个勺子擦一下。吃面先喝汤，这个汤非常正宗，就
就像在国内吃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100块人民币在越南胡志明的挑战已经结束了，咱们一起从头捋一下。早上那一杯豆花是1万5，早餐是6万，然后剪头是8万，买了一瓶可乐2万5，那一罐450克的气儿啊是最贵的15万，然后又去参观战争纪念馆，那个是4万2，再加上这一碗面条是5万，总共是花了42万2。人民币的话就是120块人民币，也就是说今天的挑战失败，多花了20块钱。这就是120块人民币在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的购买力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上面的视频大家跟着我的第一视角体验了胡志明这个城市的消费水平，下面我将带大家去看一下越南超市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价。100元人民币在越南的超市能买到些什么东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我现在在越南的第一大城胡志明市，我手里拿的是35万越南盾，就相当于100元人民币。咱们去超市看看能买到些什么东西啊 ！Let's go。正好旁边有一个超市，咱们去那个超市看一下啊。在门口拿了一个小篮子啊，这个超市算是中个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是猪肉，28万1公斤啊，10个鸡蛋3万8千5。因为我买到了气罐，所以柴米油盐我都得买齐了啊。500毫升1瓶的老抽和生抽，每一瓶都是2万5，老抽和生抽一样来1瓶。这一包盐是1斤的，11700越南盾，买1包盐。这一包胡椒粉19600，买1包。这里面卖的还有饺子，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很像咱们国内的饺子了，和欧洲的不一样。看过我视频的都知道，之前欧洲超市的那些饺子，什么形状的都有，什么馅的都有，草莓馅的、土豆馅的啊。这一瓶芬达是8800，这个红色的饮料是8500，要1瓶这个不知道什么茶啊，福 ZT 啊。这瓶1升的油是62500，买1瓶小的吧，小的是26200。这个橄榄油比欧洲的要贵得多，250毫升15万8啊。这是李锦记的香油，1小瓶3万1啊。这瓶红醋是20400，买1瓶醋。其实这个蘑菇啊，我想买1盒，这1盒是5万，但是蘑菇路上没法带啊，1天就坏掉了。这有鸡腰子、鸡翅膀还有鸡爪，都是1斤装的，但是没标价格，也不敢买啊。一个猪舌头是3万5千啊，这个挺便宜的。这边的西红柿是按个卖的，3个西红柿是2万6，苹果是超级贵的，9万41公斤，基本上一个小苹果就得5块人民币啊。这个小瓶子的水喝完之后，可以给我装胡椒粉，还有其他的配料什么的。这一包粉条是1斤的，价格是5万4900。买1包，这个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粉条，在越南这些零食类的特别贵，你看这一小包3万多啊，所以我在越南几乎没有吃过零食啊。这个洗洁精也得买1瓶，因为要刷锅，但是看看价格还是算了吧。这瓶小洗洁精6万8，这个是7万5啊。这个牙刷还算便宜一点，这2个牙刷是3万3600啊。这个牙膏都是大盒的，最便宜的是这个5万1啊。从越南的日用品物价来看，看来越南距这个制造业大国还有很远的距离。像咱们中国为什么物价这么便宜？因为咱们是一个全功能型的制造业大国，什么都能做啊。它这个洗头膏的种类不是很全，我想买1瓶，但是没有找到海飞丝啊。这个在欧洲见过，这个牌子的，这是多少？这是10万块钱1瓶啊。越南的泡面确实真的挺便宜的，这种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这一包是4万4越南盾，买1包、2包、3包、4包、5包、6包，买6包吧。这个泡面是粉装的，1包是8000越南盾，要2包吧。真的，我发现越南就方便面便宜，而且还好吃啊。这个1包香肠里面有5根啊，是2万2200，这个香肠要2包吧。这1盒罐头3万1900，要这一盒大的吧。这一瓶百威500毫升的是3万1啊，要1瓶百威。
这一瓶益达是27500，要一瓶吧？我感觉这么多，差不多应该有100块钱了。咱们去结账去啊！买了这么多东西，看看结账到不到100块钱啊？总共是413000啊，123块钱就买了这么多东西啊！本来已经没敢买了，还是多花了23块钱啊！这就是越南胡志明的物价啊！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100块人民币在越南挑战失败啊！咱们下期视频见，拜拜。带粉丝家人们看完越南的物价，接下来我将用1天的时间带大家体验胡志明市的各个景点。下面请大家跟着我的车轮，随着我的脚步，一起去体验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特种兵之旅，胡志明市一日游。Hello， 大家好，我是范。我现在在越南的第一大城市胡志明，我今天将用1天的时间带大家逛遍越南第一大城胡志明。咱们今天的路线依次是从范屋老街出发，到槟城市场、软会步行街、CBD 金融塔、市政宫红教堂、西贡邮局。下面开始出发，第一站范屋老街 ，Let's go！ 这就是越南大名鼎鼎的范屋老街了，是不是闻名不如一见啊？是为了纪念越南著名军事将领范五老而命名的一条街啊！你没听错，他姓范名五老，和我是本家啊，就是和南宋一起干忽必烈那一家子人的那个范五老啊。范五老在越南人心目中的地位，就相当于咱们心目中的李广、卫青、霍去病啊。同时呢，范五老街也是我们环球旅行穷游者的聚集地啊。因为这里在市中心，而且呢房价非常便宜，有住宿的价格。其实范屋老街没啥看头，你看左边是公园，右边是商铺，但是和它平行的隔壁那条碧文街却是远近闻名的啊，俗称男人的梦魂乡，女人的浪荡场。好，小小范屋老街拿下。这就是槟城市场，位于胡志明的市中心，由咱们华人创办的一个市场。也是游客的打卡地之一，里面卖的都是咱们中国制造的小商品。好，小小槟城市场拿下。这就是软会步行街，对标的是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贯穿整个 CBD 的一条商业街，也是胡志明市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了。阮会是越南农民起义出身的一位皇帝。说到这，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要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朱老四和越南的故事。秦汉的时候啊，越南和广东、广西一样，是华夏的一部分。永乐4年，朱棣想着越南和咱们分开那么长时间了，那么些年了啊，也该回来了。朱棣说：“大越啊，你要不要回家来看看呀？”大越说：“不中啊，我不回去。”于是呢，朱棣就找了一个理由，在永乐4年出兵，用了1年时间，在永乐5年就把大越强行拉回了华夏的怀抱。然后在越南设立了省级行政机构交趾布政司，管辖范围啊大概在今天的承天顺化以北，差不多60%的越南领土。但是在宣德2年，好胜孙朱瞻基听从了三杨的建议，然后从越南撤兵。自此啊，越南才从明朝的一个省又变成了明朝的附属国。好胜孙一撤军，第2年1428年，一个叫黎利的起义军老大就称帝了，因为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嘛。就这样，黎利建立了大越国。后来300多年后，咱们这条街最帅的靓仔阮富就出生了。他和他2个大哥一起啊，3兄弟，在1771年在西山县就起义了，揭竿而起。3兄弟拿着3把菜刀，一直从西山街砍到了现在的阮富步行街，可以说是从东砍到西，从北砍到南啊！就这样一路砍过来，只用了18年就摆平了分裂200多年的大越王朝，把这些众多小老弟全部摆平了。自此啊，也结束了越南200多年的混乱局面，完成了统一啊！但是好景不长，他们哥仨又发生了内讧，咣咣又是2菜刀，把越南分成了3份，3兄弟1人1份啊！这2刀砍下去，西山王朝啊是大伤元气，所以阮富创立的西山王朝只存在了24年，然后就夭折了啊！但是阮富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军事才能的一个将领，不然也不会只用18年就统一了混乱了200多年的大越王朝啊！好，小小阮会步行街拿下。
今天的特种兵一日游变成落汤鸡一日游了，发型都给我凌乱了啊！前面这栋楼就是金融塔，68层，266米高啊，斥资1亿2千万美元建造的，也是胡志明 CBD 的中心点。好，小小金融塔拿下。这就是市政宫，全名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大厅，是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于1902年兴建啊，1908年建成的，法国人建的。但是这里不对外开放，所以我们进不去。好，小小市政宫拿下。这就是西贡红教堂，只不过最近在装修，变成白教堂了，被包裹起来了。建成于1880年。据说这上面的每一块砖啊，都是环游过世界的，都是从法国马赛漂洋过海运过来的。好，小小红教堂拿下。在红教堂旁边就是西贡中心邮局，建成于1890年，也就是咱们的光绪16年。顺便拿下的还有中心邮局。今天真是特种兵之旅啊，花了2个小时，快速的拿下了7个景点。Oh my god！ 哇哦！统一宫博物馆里面就是讲南北越统一的事情的。好，小小统一宫拿下。视频的最后，大家跟着我的脚步，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逛一下越南著名的红灯区碧文步行街。Let's go！